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带大家一步步带你来完成美国公司的一个注册的全流程。那不管我们是创业也好啊，是做电商也好，或者说是搭建网站也好，那么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收款。那这个时候呢，就创建一个美国公司呢，就非常的有必要。那注册美国公司呢，有很多种方式哈，你呢可以找美国律师啊，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像一些 Fiverr 啦这些平台去找专业的 CPA 啊。这里通过 GPT 呢，我们也能看到，你如果说你人在美国，你能自己注册，当然这个是最省钱，但是也是最折腾的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找美国的注册代理找美国的注册代理，这个也是最主流的，也是最省心的。我注册公司呢，就是用的这个注册代理商。目前市面上这类的服务商有很多比如说什么 Doer 啦还有什么 Rapper 啦，但是我最终选择的是这一家西北注册代理也就是 Best。 那推荐这家注册代理呢，是因为呢他们是你可以在美国的全球去注册公司它在各个州呢都有注册代理人这下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州比如说内华达州夏威夷华盛顿这些地方它都有注册代理人。可以看到这个代理商呢，它的成立是1998年就已经成立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家注册代理，并且呢它的性价比很高它的服务费用呢就只需要$39。那么它的性价比很高它的服务费用呢只需要$39再加一个州费，并且呢还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注册代理人的服务。这里呢，我已经把这个西北注册代理的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打开链接呢，你就会直接来到这个注册页面。可能你看到我的这个视频是现在看的，或者说是几个月之后看到，费用呢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所以是仅供参考。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注册。这里我把语言给它设置一下设置一个中英文对照翻译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第一步，首先你注册的州不一样，那么它的流程和费用也会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各个州什么阿拉斯州什么加利福尼亚什么特拉华它不同的州它的一个注册费用也是不同的。比如这里我选择内华达，你可以看到它的注册费用它的州费用是$110。那你这里如果说选择的是华盛顿它的州费用是$200。那么这个哥伦比亚它这里就更优惠它的州费用就只需要$99。那至于这个州怎么选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GPT 来问一下。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问 GPT 在美国注册公司选择哪个州更好更省钱这里有任何问题大家其实可以去购买一个 GPT 的账号。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账号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呢就有 GPT 的一个独立会员的一个购买，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去用这个平台去代充。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在这里如果说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选择哪个州更好他说这个话问得非常好，也容易被坑。如果说你是海外创业者你是中国用户在美国注册公司，那这里首选就是俄亥明州。俄亥明州是最省钱也是最省心的。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你是做 YouTuber 自媒体的，如果说你是 Stripe、PayPal 这些收款的，还有人不在美国本地办公的不需要融资不上市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就选择俄亥明州。好，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选择俄亥明州，这个怀俄明州直接点它。这里你是想做一个 LLC 的公司呢，还是想做一个 C 公司？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人的公司建议一个人选择 LLC。 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的一个基础费用是39它的一个州政府的费用呢是104这就是143。下一步继续。好，接下来呢，你希望你的公司的名称是什么需要输入一下你公司的名称，比如在我写个小鱼儿。那接下来他这里问你是否发送文件给律师，好，这里我选择的是不。接下来你公司的一个宗旨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和你的业务的一个类型可以用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ChatGPT 呢辅助你生成一段描述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截一个图直接在 GPT 这里直接粘贴，让它帮我写一段描述。这个专业的事这文案这些直接交给 GPT 分分钟帮你搞定，复制一下就直接填在这个里面就 OK 了。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公司的地址。
接受州政府文件的一个地址哈，这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注册代理人的地址。那下面这个邮寄地址呢，你也可以填你个人的地址哈，当然也可以填注册代理人的地址。好，接下来点击继续。管理类型，那这里它有2种选择哈，第一是成员管理，第二是经理管理啊。我的公司如果说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我们就直接选择成员管理。好，接下来输入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姓氏。好，接下来这个地址，大家看一下哈，这里需要注意一下，这里不能填转运的地址，比如说一些转运的哈。如果说你一旦填转运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注册失败。那么你最好使用啊，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的话，你就填中国大陆的地址啊去上传。好，接下来点继续。好，接下来就是填你的姓名、你的联系方式、你的电话啊，还有你的乡村、你的邮寄地址，还有你的省这些，填上相关的信息啊。接下来呢，你需要注册一个账户哈，注册一个西北代理的账号哈，设置邮箱密码，平台呢会。这里呢，它会告诉你密码怎么创建哈，确认密码需要有哪些要求哈，这下面你可以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平台呢会提供一些附加的服务，比如说域名企业邮箱虚拟电话呀，一般默认不需要哈，按需选择就可以。好，这里还是它会给你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哈，看一下哈，这些都是需要收费的哈，看这里有收费的哈。那么不需要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去管它。最后一步就是支付与确认。好，这里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银行卡的名字你卡的姓氏、你的卡号安全代码这些，把它全部填写上。那么国内的伙伴呢，可以尝试用一下招商银行哈。如果说你有国外的卡，你就直接用国外的卡去，这个 Visa 卡也是可以。在提交前呢，务必核对所有的信息哈，你可以返回来自己再去重新去看一遍，包括公司名称地址注册速度就直接点击这里去付款就 OK 了。注册成功之后呢，你会收到3个重要的文件一个初始决议和一个运营协议和公司成立的文件。那么请务必保存好这个 PDF 版，后续开对公银行账户呢会用得到。注册后必须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要申请一个 BOI， 虽然目前可能非强制但强烈建议提交这样能避免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申请 EIN 税号相当于公司的税号。那么这里不会申请的，你可以通过这个 Fiverr 通过我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去找 Fiverr 去找专业人士去帮你处理这个事情。接下来就是一个商业名称，如果你注册名称是 A， 那想用 B 名称来经营，可以申请一个DBA。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我们这里注册公司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维护是更重要的。它的年审和报税呢，必须每年按时完成你这个也是可以在 Fiverr 里面去找人来处理也可以在国内找一些服务商。最后提醒大家，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问题，地址信息一定要真实有效，不要用转运地址。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你都可以去问客服。这里呢，西北公司的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说你想看更多的一个网站搭建可以订阅我的平台，那么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独立站的一些搭建想要做一些购物网站的也可以，想要做电商的也可以都可以去看一些相关的视频。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